嘿，这什么东西？还真的是第一次看到。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今年石头推出了一台探索版本的旗舰，叫做 Saros C70。这是一台居然长出机械手臂的全能扫脱机器人。而在探索之外，石头今年也推出了常规定位的旗舰，就是我前面的这台石头 G30。那这次石头 G30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上面的这颗雷射头是有升降设计的所以当机器人侦测到低矮区域的时候，就会自动把整个 LDS 模组降下来，官方叫做 Retract Sense 智慧升降全域 LDS 导航系统。这也让 G30 相比起常规机器人11公分左右的厚度，现在可以直接做到 7.98 公分的超薄尺寸。对于穿梭在各种家具、沙发底部，明显都更加游刃有余。不过内行的你绝对知道，升降并不是重点。既然来到邦人频道，肯定是要来看门道。升降最该关注的其实是降，没错，降下去之后，机器人不就全盲了吗？要怎么继续运作？那这一个问题，我们直接再次拿出我们升级的红外线摄影机，来看看石头 G30 这套方案到底是怎么解决降下去的问题。可以从画面上看到，石头 G30 不只拥有顶部凸起的 LDS 模组，可以快速的侦测整个房间。石头还在车头大手笔的加入了3组结构光设计，包括立体测绘更精准的双线 3D 结构光，还有前侧地板感知的横向单线结构光。那这也是首次在本频道出现的大手笔待遇啊！以往都是双线、单线2选1，石头说不用选，3线都给你，也是 G30 可以稳定前进的最大功臣。另外 ，G30 在车头还有视觉辨识模组，搭配一组补光灯，所以如果你不在家，家里没开灯，或是在床底清扫，机器人都会自动打开头灯，让视觉辨识不受影响。但是还没完，除了照顾到车头 ，G30 在侧边也有一组结构光，让机器人可以稳定的贴着物体边缘行走，不会歪掉。而接下来才是重点，这次最重要的设计就是石头在机器人的车尾超级巧妙的开了一整条的空隙，可以说是专属观景窗，让 LDS 在降下去之后依旧可以侦测。这也是石头 G30 跟过往升降雷射头方案的主要差异。不过讲了这么多，听起来是很厉害啦。但台湾人最爱说什么？真的假的？没错，真的假的，测一下就知道了嘛。我们这次利用石头 G30 会侦测车头物体是否高于 LDS 模组的特性，直接在上面摆了一只小鸭。你看，降下去了。好，要测就狠一点，我们让它在出发之后就全程降下 LDS， 看它能不能稳定扫完整个房间。测试开始。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G30 现在 LDS 是完全降下去的。那即使如此，都还是可以稳定的做到直线运作，没有乱走。他先把上半部稳稳的走直线打扫完成，接下来打扫下半部。可以看到 G30 就算把 LDS 降下来，还是可以做到稳定贴边，不影响。好，测试结束。不错哦，石头这个升降的确是有点东西，但这时候台北驴先生又要来闹不是，我是说又有好问题了。那为什么还需要 LDS 模组？答案很简单，当然就是因为效率。LDS 升起来的时候，只要不到1秒就可以扫完整个房间。那这个效率之香，能用 LDS 的时候，当然就用 LDS。总之，石头 G30 这套方案的确有趣，并且设想周到，并不会变成全盲看不到路。所以最棒的是，在 LDS 降下去之后 ，G30 同样可以做到超薄 7.98 公分，就是目前机器人第一梯队的旗舰薄度。那接下来依照惯例，先帮大家整理石头 G30 的主要重点。首先，今年石头机器人在基础规格上再次拉了一大圈，对比去年的上一代旗舰 S8 Max V Ultra， 当时石头给的是10000帕的大吸力风机，以当时的标准来看已经不得了了。而今年他们没有停下脚步，再次带来了达到22000帕超大吸力的风机模组，基础规格再次翻倍升级。不过买石头扫地机不能只看吸力，重点还是要看石头家招牌的各种硬体。那2025上半年选石头旗舰的口诀很简单，请认明双贴边、3防尘以及3抬升，基本上能看到这些规格，那这台机器人肯定不简单。那首先我们来看3防尘，我在说的3防尘，就是近期各家旗舰机器人都非常重视的防缠绕表现。那以 G30 来说，石头再次采用了自家主打的3重防缠绕设计。第一重防缠绕就是边刷不缠绕了，你看现在新的伸缩边刷改成了这种新的零缠绕弧形动态伸缩边刷，它是采用2只弧形的毛刷，加中间有挡筋的设计，所以当机器人扫到头发的时候，头发它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缠在上面，就会慢慢顺着边刷旋转的离心力自动脱落下来，
透过物理的特性做到防缠绕。那第二重防缠绕就是石头在前侧的万向轮加上了刷毛，减缓前方滚轮缠绕的机会。那最后一重防缠绕也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把机器人翻过来，你看石头 G30 采用了这种分两边，官方叫做零缠绕双悬臂对刷的主刷设计。那双悬臂之所以可以做到防缠绕的概念也很简单，你看石头在滚刷两边采用悬空固定的结构，让滚刷的中间可以空出缝隙。而做到不缠绕的秘密，你看它的毛刷和胶片都是采用螺旋的设计，并且两根对刷会是差速旋转，所以当机器人的滚刷在打扫的时候，头发就会慢慢的从旁边然后集中到中间。那因为中间是镂空的嘛，所以头发最后就会被吸到成盒里面，透过物理特性做到不缠绕。那稍后我们也会带来实测更清楚。那讲完三防缠，接着来看双贴边。首先第一个贴边就是 G30 这支边刷不只有防缠绕设计，当它遇到90度转角或是加剧缝隙的时候，你看它就会自动伸出边刷，尽可能做到边缘覆盖。而第二个贴边就是在拖地模组上，石头 G30 采用了 S8 Max V 同款再次回归的强震声波增压横湿拖地模组，就有每分钟4000次的高速震动。那我们说过，这种平板拖布比较适合的环境就是平整地板、瓷砖地板，加上石头这台整个模组有8N 下压力，所以加上高速震动之后，对付地板干掉的污渍的确有一套。那跟旋转拖布对比的话，旋转拖布主要是擦在泛用性更好，所以如果家里是超耐磨有纹路的地板，那我会建议你看秀基欧的 Sero Z70 或是 G20S Ultra， 这两款规格也都很顶。而瓷砖平面地板的朋友 G30 就没问题。那第二个贴边，因为平板拖布不能伸缩嘛，所以石头也加上了极致贴墙小摩托 2.0 的设计，做到完全贴墙。那回家的时候，基站也会独立把小摩托洗干净，然后烘干。最后就来说三抬升，那这是石头加机器人的传统优势了。不管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伸缩边刷、防缠绕主刷，还是拖地模组，石头都加上了抬升设计，所以让 G30 在面对各种环境的时候，系统可以给出最好的打扫方法。比如说前面有一滩酱油渍，如果直接开过去，边刷跟主刷不就吸到酱油了吗？清理的时候根本是一场噩梦。那石头 G30 非常聪明，当他看到污渍的时候 ，App 就会马上标记起来，然后马上把前面的手手抬高，中间的主刷模组整个抬高，然后停止吸尘，只留屁屁的拖地模组继续功能，把标记的区域拖干净。并且他在拖完这个小区块之后，还会马上回家赶快洗干净，然后再来拖一次，就跟真人一样的做法。又或者是打扫回家的路上，他会把手手、主刷、拖布全部抬高，避免把干净的地方又弄脏了。那这个小魔手也是会一起抬高的哦。而且身为石头家的旗舰 G30 不止3抬升，它还有智慧升降底盘，整台机器人都可以抬升。那在抬高之后，就可以做到最高2+2公分的双层门槛越障，应对阳台、厨房门槛都很实用。那如果是有地毯的家庭怎么办？我完全没想到啊，石头居然在 G30 的平板拖地模组加上了自动拆装拖布的设计，这真的是完全没想到。我看到的时候直接站在原地3秒钟啊，石头你真的是很扯。自动拆装拖布对有地毯的家庭来说是真的很有用。拿 G30 来示范，你看它在打扫的一开始就会自动把拖地模组拆掉放在家里，然后直奔地毯，先把地毯整个吸干净，然后把地毯吸干净之后，它再回家把拖地模组自动装上，才去拖地，做到完全干湿分离，非常实用。那有地毯的朋友，记得到 App 打开地毯自动切换最大吸力，以及地毯吸2次，这2个选项都是必开，很实用。而看到基站部分，这次 G30 采用了改良版的80度高温自清洁基座 2.0， 采用了更不沾指纹的雾面银色面板，实机质感非常好。那身为旗舰，基站功能上也是全面顶配，拥有包括自动集尘，面板杆按一下就能打开，垃圾会被回收到这个集尘袋里面，一般家庭大概2-3个月定期更换。再来，我们上热成项。有 G30 同样有热水洗拖布的功能，并且它也直接升级到80度的超高温热水洗拖布。App 里面有3档温度可调，基站有自清洁设计，所以系统也会用80度的高温，顺便把整个底盘洗干净。洗干净之后会自动热风烘干拖布和基座，并且还加入了 UVC 除菌功能，也会自动帮机器人的水箱补水。
那身为旗舰，当然还有自动添加清洁液，只要把清洁液加到这里，之后系统就会依照比例混入水中。看完规格，石头这次的 G30 同样是顶配旗舰的设计，那也让平板拖布派的朋友有了新选择。不过，究竟石头 G30 是不是真的这么强？在邦尼的频道到底有多强？实测了才是最准。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也用新版15项地狱测试详细来测试全程录影，结果摆在眼前，优点缺点一个都不放过。准备好，那我们就开始喽。对了，不管你是要买、想买，还是已经买扫地机器人，现在就加入邦尼扫地机器人社团。目前已经有超过28000位版友加入，现在就直接扫 QR Code 加入台湾扫地机器人讨论区，或是直接看资讯栏或置顶留言就有连结喽。首先，我们从基站看起。G30 平常在使用上非常容易，只要把这个清水箱装满干净的水，然后扫完把脏水倒掉就完成。那有诚意的是，石头的清水箱标配了 FOF 水垢抑制模组，污水箱也标配了除臭模块，不需要额外加购。如果你是要做柜子的朋友，片尾我也会量好基座尺寸，分享给你参考。而在拖地设定部分 ，App 总共有4档强度可调。不过声波震动的特性就是震动时多少会产生声音，所以我是建议一般有人在家的时候选第3档强力擦，人不在的话可以直上极强。那还是提醒，建议慢慢往上选，不要追求地面很湿，而是追求有湿度，但10分钟上下可以自然风干，这样才不会留下水渍。如果家里是木地板，可以开启沿地板方向清洁，降低缝隙摩擦，一般地板不用选。App 里面也提供纯扫、纯拖以及先扫后拖的清扫方式。此外 ，G30 也支援 Hello Rocky 语音声控的功能，你可以直接跟他说 ：“Hello Rocky， 我在。回充电座。”好的，结束目前任务，开始回充。Hello Rocky， 我在。烘干拖布。好的，开始烘干。语音指令也都有列在 App 可以参考。那同样可以串联 Google 助理、Siri 等等。另外，你还可以在 App 开启实景照片的功能，就能看到它今天遇到了多少障碍物。还有介绍过很多次的宠物友善功能，像是一键寻宠，在视讯的时候，机器人却在整个家帮你找毛小孩在哪里。也有宠物快照，机器人在遇到毛小孩的时候，就会顺便帮他们拍照，然后你回家的时候就可以在 App 存下来，很可爱。那这台也有宠物用品深度清洁的功能。好，重点讲完，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到全新15关实测环节。第1关，我们还是先来测基础清洁力测试。我们准备了3个家里常见的打扫大魔王，分别是饼干碎屑、瓜子壳以及红豆各10克，总计30克的测试物，分别代表小脏污、长形垃圾以及圆形有重量的垃圾。然后红豆就是喷飞魔王，可以观察边刷会不会把红豆喷飞。好，开始测试。可以看到 G30 这组零缠绕弧形动态伸缩边刷，虽然采用的是加长设计，但因为转速控制的不错，所以弹飞的问题并不明显，最后大多有回收回来。好，测试完成，我们来最后称重。原本30克的测试物，实测回收了 29.43 克，回收比例达到 98.1%， 达到目前第1梯队的表现。第2关角落清洁测试，我们同样控制了10克的饼干碎屑，平均的铺在墙角测试。可以看到，达到墙角的时候，边刷自动伸出来了。好，测试结束。根据我们的测试资料库，一般圆形机种大概可以回收60%的垃圾。那 G30 呢？上称，原本10克的饼干屑，总共回收了 7.52 克。回收比例达到 75.2%， 虽然略低于先前的80%，但依旧明显高于常规圆形机种的回收比例。那经过我们多测了几次观察，主要差在 G30 似乎少了先前会停留在原地，甚至后退停留的演算法设定，期待后续可以透过更新强化。第3关、第4关合并测试，我们来测打扫时间。在我们的测试空间，常态机种大约会是8分钟左右的时间，那我就不一一念表格了。石头 G30 无论开关灯都可以在4分钟左右完成清扫，达成前标表现。第5关头发缠绕测试，先来测宠物毛发和短发。你看，你只要让 G30 运作的够久，所有的毛发就会自动集中到中间，最后吸污成河。那这边有一个注意事项，
这个双旋臂滚刷要记得一只朝上，一只朝下放置，这样中间的空隙会最大，防闪耀的效果会更好。那我们接着实测长发组魔王关，测试开始。好，测试结束，我们翻过来看，防缠绕表现不错啊，没有任何缠绕。那要记得，石头这个防缠绕是要依靠机器人持续运作脱落的。如果是刚扫完看到几根毛在上面是正常的，下次扫个半小时、1小时就会自动消失了。第6关障碍物测试，先看开灯。石头的清扫策略同样是先把边缘扫一圈，画出清扫区域。极致贴墙的小摩托也会尽可能靠边运作，在家具边角也会伸出边刷打扫。可以从画面上看到，有风险的物件，像是容易缠绕的延长线、宠物便便都有成功避开，但还是提醒，不要完全相信任何宠物便便和电线避开的功能，非常吃环境啊，还是建议稍微收拾。玩偶则符合主流会试探性触碰，如果受到阻挡，会尝试推开的方式处理。第7关避障，我们关灯再测一次。在关灯清扫的时候，你看头灯自己打开了，让视觉辨识继续运作。那目前测下来，关灯的避障表现也跟开灯结果相同。第8关，我们来实测拖地的魔王关，风干好几天的酱油渍。那我们这个地板是有纹路、非常凹凸不平的超耐磨。经过实测 ，G30 虽然要比较多趟，但也是可以处理到很干净，没问题。那最大的工程就是石头这次采用了有厚度、海绵更有弹性的拖布，所以面对不平地面的表现有明显提升。第9关噪音测试，这边直接上表格，从表格上可以看到，毕竟是22000帕，所以 G30 开到最高档位的时候，噪音会来到71分贝。不过一般还是建议选标准或强力就可以了。然后开启地毯增压，这样的设定也能让电池更耐用。第10关续航，我们新版的机器人测试都统一标准，同样的空间连续清扫，石头 G30 可以完成32次的清扫。另外 G30 也支援断点续扫，大坪数家庭机器人也会先回家充电，再接续把剩下的地方扫干净。第11关充电测试，石头 G30 从 15% 开始充电，大约耗时2小时20分完全充满。在 App 里面也可以设定离峰时间充电的功能，这个设定很实用。第12关拖布清洁测试，我们就直接魔王关就好。我们把拖布泡在酱油加酱油膏的污水中，这是 Before 原本干净的拖布，接着是 After 脏掉的拖布。接着我们让机器人用80度的热水清洗，结果出炉，完全没问题。第13关基站集成测试，我们一样30克的混合杂物，加上塞满半满的狗毛，开始集成。来看结果 ，G30 这个形状特殊的集成盒表现也没问题。第14关地毯，首先来测短毛小地毯。你看机器人会自动抬升拖布8mm， 避免弄脏。接着来测长毛地毯，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机器人会直接把拖布放在家里，先到地毯上把地毯吸干净吸2次，然后再回家装拖布，做到真正完全干湿分离。最后一关第15关越障测试，石头 G30 受益于全新智慧升降底盘，越障表现大幅进化。我们就直接来实测，直接从2公分开始。G30 2公分非常轻松，过关。我们接着加大强度来测厨房门槛，大概是 2.6 到 2.8 公分的高度。你看，它把底盘抬升了，过了。最后，我们也模拟阳台这种2+2公分的双层门槛，实测过关。最后的最后，一样来实测卡屋大魔王，
IKEA 躺椅，轻轻松松，没有卡住，过关。好，竖向测试结束。整体来说 ，Saros G30 就是接下来的新一代高阶旗舰。机器人本体和基站规格都是全面顶配，包括22000帕超大吸力、双贴边、3升降、3重防缠绕，整台机器人还可以智慧升降越过门槛。另外最惊喜的还是石头居然做了可拆卸的平板拖地模组，对地毯家庭来说提升巨大。基座也上了80度超高温清洗，你想要的规格全部都有。最后的最后，石头 G30 的尺寸我也直接帮大家量好了，我都有帮大家多抓1公分左右的公差，要做柜子的直接参考就好。只要记得柜子高度就是基座本体加盖子打开跟水箱拿出来的高度，再加5到10公分的手部拿取空间会比较充裕。好，节目也来到了尾声，今年的机器人真的是持续快速进化中啊！这集我们也尽可能在有限的时间中实测最多内容，希望大家还看得开心。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不过还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也记得加入帮你的扫地机器人社团，有任何选购上的问题、想要知道的问题，都欢迎在上面一起讨论啦。我是驴子，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喽。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帮你，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帮你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